欢迎来到国际贸易简易学 Simple Exim， 陪你轻松学习国际贸易的专业知识。一个星期，3间美国银行轮流倒闭 ：Silvergate Bank 银门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SVB） 硅谷银行，第3间是 Signature Bank（SBNY） 美国纽约区银行。到底美国经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到底如何影响到国际贸易的生意呢？从以上3间银行里面，硅谷银行 SVB 的倒闭至关重要，以致影响到国际贸易的生意。我为大家做了一些研究，我个人感觉这次严重程度远远超越2008年雷曼兄弟银行破产的事故，因为破产的银行的市值 market capital 一间比一间大。比如第3间清盘的银行 Signature Bank SBNY 美国纽约区域银行的破产市值是4倍，远远超越了硅谷银行 SVB。阿仔，我哋銀行仲有幾多錢？得返5000幾蚊，最多夠派俾20-30個客㗎咋。我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你的钱放在那里，我的钱放在银行，这是最安全不过的答案，对吗？可是现在银行先后都出事，先后都宣布清盘破产。这3间银行里，直接对初创公司 New Setup Company 影响最大的是硅谷银行 SVB。所以今日只能夠俾30位客戶入去。SVB 硅谷银行是全美国排行第16大的银行，成立于1982年。它深得很多高科技公司和初创公司 New Setup Company 的喜爱。对你我来说，可能是非常的陌生，没有听过，对不对？其实它在初创界 Venture Capital World 是很出名的。作为一个初创公司，一般上开始是没有盈利的，意思是没有钱赚的，因为它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必须要做科研 R&D、产品开发、市场推广等等，所以是没有钱赚的。在这个时候，传统的银行是不会借钱给这些初创企业的，所以所有的初创企业唯一可以找的方法就是 Angel Investor 天使投资人，或者是 Venture Capital。比如说ABC 大公司愿意投资一家小公司1000万美元，那么 ABC 大公司就会要求这家小公司写出公司的计划 milestone， 每达到一个计划就会发给他一个100万美金。比如成功开发了 X 产品， ABC 大公司就会给他第一个100万，然后成功推广了 Y 产品在市场上， ABC 大公司就给他第2个100万，以此类推。前提是 ABC 大公司是不会一次过给完1000万美元的，他需要看到这家小公司是不是有进展呢？不然万一这家小公司拿走了钱逃走了怎么办？每当这些初创公司领到钱之后，这个钱也不能去买股票，也不能放在别的地方，所以一般都是放在硅谷银行里 SVB Bank。 那如果有一天初创企业上市了，那这些公司大多数还是会继续用它的户口放在同一间银行里。那到底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些初创企业拿不到新的投资者钱，而初创企业还是必须要继续支付公司的运作费用，可是钱就是不进来。那么初创企业就会慢慢的在银行里提出他们有的存款，这时候硅谷银行 SVB 就要有足够的流动基金被提取，所以硅谷银行 SVB 就必须要抛售他手上有的债券。一旦要抛售他们的债券时，他们才突然醒觉，原来他们亏损太多了。银行这个时候就会面对 bank run， 或者是中文我们叫挤提的问题，因此银行就面对流动基金的问题，最后宣布破产。试想一想，你就是其中一家初创公司，是做国际贸易生意的，你雄心勃勃就是要把生意冲出国外，你的钱就放在硅谷银行 SVB， 可是就是拿不出，你肯定是欲哭无泪，对吗？由于你的资金问题，没钱做产品研发，没钱扩充市场，没钱发薪水，员工就会一个一个离开你，你的生意一切会归零，甚至还会负债累累。那除此之外，初创公司也必须要检查他的供应商或者是生意伙伴是不是也是硅谷银行的 SVB 的银行客户，这必须要审查清楚他们是否有偿还债务给初创公司的能力。所以你说银行倒闭是不是影响太大了呢？希望大家都不会是被牵连的受害者。欢迎留言发表您的意见。
如果这部影片帮助到你，希望你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我们下期见。